约翰来到 Linux 星球，他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懂，手捧着生存指南，他意识到自己需要一个新的身份。约翰开始联系总部，确认现在的位置和通讯是否正常。接下来对一下手表，看看未来的安排。作为星球最特殊的那一个，约翰还需要管理一个团队，重新配置工作环境，比如隔间、工位、装修风格，熟悉现有资源，并根据自己的需要重新编入在册。尽管约翰非常忙，偶尔也需要调整工作进度，时不时约翰还需要看个报表或者自己写个报告。很悲惨，约翰竟然需要自己去打包拆快递。约翰累了，关机回家。约翰刚刚登陆星球，醒过来的时候脑袋已经是一片浆糊。这个时候他发现左右手分别一本生存宝典 Help 和 Manual。 约翰决定先看薄的这一本，翻开书一看，只有60几个帮助。 OK， 没有问题。先看看 pwd 这个命令是什么意思，如何使用。显示当前工作目录的名称，然后再打开后的那一本看看，也是显示当前工作目录的名称，但是很显然后的这一本给出的使用说明更加详细。输入 Q 退出 man 命令。除了内容详细程度的区别之外，约翰决定再看看 help 和 man 帮助命令多少的差异。约翰决定使用 Linux 外部命令 ls 来试试。 ls 的意思就是列出当前目录的内容，包括目录和文件。先使用 help。 系统提示 help 没有关于 ls 的帮助，请使用 man 或者是 info 查找帮助。再使用 man 查找 ls 帮助。 ls 的意思就是列出当前目录的内容，包括目录和文件。输入 Q 退出 man。 很显然man 覆盖的帮助命令比 help 也多，原因在于 help 仅仅针对 Linux 的内部命令， man 呢不仅仅针对内部命令，还包括外部命令。很显然 man 不仅仅覆盖范围更大，内容也更加详细，因此我建议大家寻求命令帮助的时候，只要掌握 man 就可以了。关于 help 和 man 的主要区别，我用一句话来表述。 help 可以让约翰觉得活着真好，而 man 呢让约翰可以活得更好。接下来第一个问题就是确定一下自己在这个星球的身份。首先问问我是谁。系统会输出登录系统的用户名。接下来约翰想知道自己更多的信息，比如什么时候登录的，还有谁都登录了这个星球。我们可以使用 who 这个命令。我们使用 man 查询一下 who 的用法，可以看到有很多参数，在这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，一个 dash 呢跟两个 dash 呢用法是完全一样的，主要看您自己个人的喜好。如果我们在后面加了 dash a， 我们可以输出更多的关于自己的信息。这些信息包括登录的用户名，目前处理任务的 ID， 就像我们刚刚入职新的公司的时候录入门禁指纹一样，约翰呢也想更改一下自己的密码。输入当前密码，输入新密码，再次输入新密码，更改密码成功。约翰在地球上就已经被告知他会是新的星球的领导者，用户名是 root。 约翰开始尝试切换身份。切换身份之前，先打开 Manual 看看切换身份命令的用法。切换命令呢是 su， 是英文单词 substitute 的缩写。关于这个命令有这么一段描述：当切换身份没有指定用户时， su 命令默认认为是切换到超级用户 root。 我们输入 Q 退出，输入 su 命令，输入 root 的密码。我们使用 whoami 这个命令检查一下身份切换是否成功。切换成功。上飞船前，领导也是千叮咛万嘱咐，为了安全考虑，非必要不使用 root 身份，比如类似破坏了星球基础设施一样，不小心删除了重要数据，
日常尽量保持低调。约翰在验证超级用户可用之后，随即退出了超级用户模式，输入 exit 验证当前用户，退出超级用户模式成功。临时工的身份是个非常好的选项，比如超级用户的根目录，普通用户就不能访问。系统返回消息权限拒绝，但是我们可以使用 sudo 命令切换到超级用户。输入密码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超级用户的根目录。您可以理解为普通身份不能看到总经理办公室的资源，当然也不能以总经理的身份处理事情，但是可以以总经理替代者的临时身份去处理，这样就很好理解了。限于视频篇幅的原因，这集视频只给大家介绍了2部分内容，如何使用 menu 以及如何认知身份、更改密码、切换身份。博主会持续更新，再次感谢大家。